今天是李国平的大喜之日，然而身为新郎的他，竟然背起自己的残疾兄弟入了洞房。国平哥，是你吗？哎，是我。得到了如意郎君的回应，早被村民灌醉了的杨小雨隔着红盖头向自己的丈夫李国平深情表白。然而沉浸在幸福中的她万万料不到，自己早就陷入到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中。李国平跟陈华栋同是采石场里的工人，在一次事故中，陈华栋为了救李国平，不幸将自己的2条腿给搭了进去。陈华栋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10里8乡，大家都把他当作英雄看待。采石场支付了陈华栋的所有医药费，还给了他一笔数目不小的赔偿款。村长也带着锦旗跟奖金来到陈家，然而陈母对此却是不屑一顾。儿子尚未成家就落下残疾，你们都夸他是救人英雄，可却没一个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。华栋是陈家的独子，难道就这样让陈家断子绝孙吗？陈母说罢，坐在地上痛哭不止。村长见状只能不断安慰他，说儿媳妇的事他会帮忙想办法的。然而村长心里也明白，以华栋的条件，要在村里找媳妇根本就没可能。于是经过一番商量过后，村长决定找一个人陪同自己一起到外地给国栋讨一个媳妇，而一直想报恩的李国平就成了此行的最佳人选。可等2人到达目的地后，才发现这件事比想象中要难得多，根本没有女的愿意嫁到这个穷乡僻壤。更何况对方还是个残疾人。左思右想过后，村长琢磨出了一个办法。第2天一早，他就让李国平举着招工的牌子在街上招女工，表面上是想给采石场招一个后勤人员，实则是在给陈华栋物色对象。然而这显然也不是一件易事，来的人要么性别不合，要么年纪太大。接连几天，2人都是一无所获。而就在2人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一个意外却让他们看到了转机。这晚，一个女人神色匆匆地从李国平眼前跑过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后面又有几名凶神恶煞的混混追了上来。混混问李国平有没有看见女人，李国平意识到女人可能会有危险，于是故意向混混指了个反方向。随后又支开村长，独自一人上前找女人。可受了惊吓的女人对陌生的李国平也是心存戒心，面色惊恐的不让他靠近。李国平小心翼翼地解释着自己的来意，却不料几名混混又追了过来。善良正义的李国平没有退缩，当即跟混混扭打到了一块。靠着强壮的身体，李国平很快就制服了他们，随后将虚脱昏迷的女人送到了医院。期间，李国平得知了女人名叫杨小雨。杨小雨说她自幼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这次本来是想到城里打工养活自己，却不料竟遇上了骗子，险些被卖掉干非法勾当。李国平听了杨小雨的悲惨遭遇后，不禁心生怜悯。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他本意只是想出手相助，并没有其他心思。可一旁的村长在了解了小雨的身世后，竟认为他就是老天送给他们的礼物，遂以招工为由要小雨跟自己走，说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在后厨打下手，闲暇时候再帮忙照顾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即可。这个人可是咱村里的大英雄，并且他的脚还是为了救国平才废的。得知对方是恩人的恩人，小雨思索片刻后答应了下来。然而一旁的李国平却纠结了起来，他不愿欺骗善良淳朴的小雨，可华栋的恩情他也不得不还。一番思想斗争过后，他还是决定以家乡条件很差为由，劝小雨再考虑考虑，却不料小雨的态度异常坚决。国平哥，其实跟着你走我放心，你都不知道那天你救我的时候有多勇敢。小雨显然是对国平动了心，然而这也让国平更加的愧疚，可他始终没有勇气将真相说出来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小雨第2天不要来车站。然而小雨还是如约而至，他欢快地奔向这个让他充满安全感的男人。殊不知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个男人将会亲手把自己推向深渊。经过几天的颠簸，3人终于回到了村里。为了不让小雨起疑心，村长一进村就嘱咐田嫂等人去知会一下村里人，这个媳妇是他们好不容易骗回来的，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。村长将小雨领到了华栋家里，陈母一看小雨长相清秀，为人乖巧，顿时笑得合不拢嘴。村长则按计划安排小雨住在陈家，但这也让小雨不解了起来，说他主要的工作不是在后厨打下手吗？那不是应该住在工棚里吗？
对此，村长则是解释称，工棚里都是男人，卫生又差，住在这儿更舒服，而且也方便照顾华栋。小雨听完也不再多问，就这样在陈家住下了。对他来说，只要能每天看见国平哥，住哪儿都一样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在小雨的悉心照顾下，华栋的心态渐渐开朗了起来。陈母对这个儿媳妇也越来越满意，只想着时机一成熟，就把两人的婚事给定了。而在村民们的有意隐瞒下，小雨自始至终都没意识到自己身在何等处境之中，而在他的潜意识中，也从不认为自己会再被人欺负，因为自己的身边还有国平哥。慢慢的，小雨对国平的爱意已经无法掩藏，经常在他的饭里多加2个蛋，而国平也在这浪漫攻势下渐渐沦陷，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小雨。然而他始终没忘记自己的使命，为了报恩，他只能将这份爱意深埋于心。可小雨却再也忍不住了，这天他就拉着国平大胆地向他表白。不是小雨，小雨别这样，别人看见了不好。我不管，我不怕被看见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块儿。在这个村里，我每天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国平不知该如何回答小雨，只能苍忙逃走。而这一幕正好被村长的女儿秀萍看到。秀萍暗恋国平多年，眼见心上人跟其他女孩亲密接触，顿时心生醋意。她当即跑回去跟父亲告状。这不是伤风败俗的事吗？啊，他李国平这么做，对得起咱们村的英雄华栋啊！第二天，村长就找上陈母，商量着把华栋跟小雨的婚事给办了。陈母闻言嘴都要笑裂了，可这件事毕竟也要小雨点头才行。于是村长就找上小雨探探他的口风，不料这一探，却发现小雨暗恋的人是国平，而且看情形竟还有非国平不嫁的念头。这一下让事情变得棘手了起来，而陈母知道后顿时不乐意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称心合意的好儿媳，这要是给国平截胡了，那华栋的下半辈子不就彻底废了吗？为了促成这桩婚事，一个邪恶丑陋的阴谋就此悄然诞生了。很快，村长就找到国平，跟他说眼下正是他报恩的时刻了。村长要国平代替华栋迎娶小雨，然后再在洞房花烛夜来个偷梁换柱。国平一听立马拒绝了，自己骗小雨已经骗得够多了，万万不能再做这种不是人做的事。面对这个情况，村长也早有准备，他以救命之恩开始对国平道德绑架，随后又向他抛出橄榄枝，说自己退休之后这位置迟早是他的，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冲动放弃大好前程。面对这个荒唐的安排，国平感到刀割般的难受，但生性顺从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。很快，在村长的安排下，全村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起这场婚礼。然而诡异的气氛还是让小雨起了疑心。小雨发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看见国平了，而且明明是跟国平结婚，为什么还把婚房布置在华栋家？对此，田嫂则早有准备，解释称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新娘出嫁前不得见新郎，并且新婚第一晚必须在娘家度过。因为小雨在这没有亲人，所以陈家就是她的娘家。田嫂的话说得滴水不漏，不等小雨反应过来，田嫂紧接着就给她端来一碗汤圆。新婚夜吃汤圆，当然也是习俗了。小雨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将这碗加了特殊佐料的汤圆吃了下去。过了一会，小雨就陷入了晕沉状态。而此时，楼下的宴席也散了。国平在村长等人的催促下，将华栋背进了洞房。国平哥，是你吗？哎，是我。为了不穿帮，国平只能开口回应小雨，并在小雨陷入昏迷后悄悄离开了洞房。这一晚，国平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雨的惊叫声打破了陈家的宁静。他急忙拿起被子遮挡住身子，怒问华栋为什么会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国平哥到哪去了？而在小雨惊恐的表情中，华栋将这一切真相全都告诉给他。从你来的那一天，你就注定是我媳妇儿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只是来打工的。他们就是以招工的名义给我找的媳妇儿，全村都知道你是来给我做媳妇儿的。听完华栋的话，小雨瞬间崩溃大哭。整件事中，他最无法接受的就是国平竟然也参与其中。从结婚的喜悦跌入被骗的深渊，小雨瞬间失去了生的希望。被锁在屋里的他3天3夜不吃不喝，眼看着就要出人命了。众人只能再次将国平叫来。
天真的小雨以为国平是要来带他走的，却不料国平只是面露难色的劝他保重身体。小雨这才意识到华栋说的那一切都是真的。国平怒扇自己，以表达自己的忏悔。然而小雨并没有死心，而是问国平到底有没有喜欢过自己。直到此刻，国平不再掩饰自己的爱意。喜欢，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你。可是我没有资格。那天在车站，我内心多么希望你不会出现，你要错过这班车就好了。国平的话让小雨重新燃起了希望，他让国平马上带自己走。可国平深知这样做的后果是自己万万不能承受的，但为了安抚住小雨，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，国平只能假装顺从，说自己会回去好好计划的。当务之急是要把身体养好，这样才有力气逃跑。天真的小雨再次相信了眼前这个男人，满心以为他能带自己远走高飞。心怀希望的他开始配合在华栋家住下。他一直在寻找可以逃离的机会，但很快他就发现，这个村子已经为他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，催促他早点回家。无奈的小雨只能去找国平，想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带自己走。不料却意外撞见国平正在洗澡。看着眼前那健壮挺拔的身体，小雨瞬间口干舌燥。短暂犹豫过后，他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国平，感受着身后那炙热的存在。国平想挣开，却又无法自控。两个苦命的人在此刻彻底迈出了那一步。而让国平倍感意外的是，小雨竟还是个黄花大姑娘。国平万万没想到，华栋这是连第三条腿也一起废了，这让他对小雨的愧疚越来越深。他答应小雨，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带她离开的。然而二人终究是没等到那一天。没过多久，小雨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而陈家母子得知后，脸色顿时拉了下来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陈母找来村里的医生，想让他给儿子开一下助孕的方子，不料却从医生那里意外得知，儿子早已丧失了生育能力。如今见儿媳突然怀孕，陈母顿时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而小雨也感受到了陈家母子看自己时的异样的眼神。他很快就找到国平，要他马上带自己走。国平让小雨先回去等他消息，说自己一定会带他走的，却不料这一切都被尾随而来的陈母看到。当晚他就找到小雨，质问他腹中胎儿是否就是国平的。小雨见事情败露，也不想辩解，直接承认了自己跟国平的事，并说自己打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国平来的。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那自己明天就跟国平离开这里。想离开？你以为这么容易吗？啊，他李国平他敢吗？他敢跟你私奔吗？他要是敢，他们全家在这里都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死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陈母撂下狠话就要离开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那儿子还要他照顾，于是只能咽下这口恶气，表示只要小雨跟国平断绝往来，将孩子生下，他们会将孩子当陈家亲生骨肉来抚养，并对他出轨的事既往不咎。可还没等小雨回应，大厅外的华栋就痛苦地怒吼了起来，他砸碎了桌上的所有东西，愤恨地想要一死了之。小雨看见华栋痛苦不堪的模样，不禁又心软了，于是便退一步，表示他可以将孩子生下，但是孩子生完后，他就要跟国平离开这里。从一开始我嫁的就是国平哥，也只有国平哥才是我的丈夫。小雨对爱情忠贞不二，可他不知道，国平未必能和他一样勇敢而坚决。村长的女儿秀萍一直喜欢着国平，见村里谣言越来越盛，他立马找到父亲，要他帮自己抢回国平。为了维护村长的威严，也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，村长来到国平家劝说。国平一直推却小雨的私奔请求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。他深知自己和小雨的这份感情无法见光，就这样贸然离开，一定会使家人陷入窘境。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或是家人的名声，国平都决定忍痛割爱，放下这份感情，跟秀萍结婚。小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是心如刀绞，他绝望地捶打着肚子，失声痛哭。而与此同时，华栋对他的态度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身体的缺陷以及被背叛的耻辱，让他心里彻底扭曲。他开始不断用言语侮辱小雨，并对他拳脚相向。小雨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于是在这天晚上，他趁着夜色悄悄逃走。可他单薄的身躯哪能抵抗得了命运的安排？还没等他跑出几米路，就被守夜的村民发现。小雨不顾一切地往前跑，不料惊慌中脚下一滑，跌下小土坡，
腹中的胎儿就这样没了。小雨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和寄托，深受刺激的他精神几乎崩溃。而这一切都在他听到国平跟秀萍要外出打工的消息后上升到了顶点。最终彻底失去了理智的他，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小雨找到国平的工友，想让他帮忙约出国平，自己想当面跟他道个别。工友以为小雨想开了，就决定帮他这个忙，却不料一场悲剧即将上演。国平如约来到了两人平时约会的老地方，心存愧疚的他刚想要道歉，怎料小雨竟先感谢起国平，给了他一段美好的回忆，这让国平的内心更加煎熬。但现实已经让他无力再回应小雨的爱意，所以当小雨再次问他是否还爱着自己时，他选择了避而不答。国平的态度让小雨觉得自己的付出毫无意义，他心如刀割，痛苦闭上眼的同时，似乎也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就在国平转身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从背后紧紧抱住了国平。说好的下辈子，你可不要像这辈子一样食言了。小雨想和国平一起殉情，却被国平抓住了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告诉小雨自己是爱她的，让她要好好活下去。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你们是如何看待国平的结局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